大家好，我是 Mofi， 我是莫妈，在探险号花园阳台礼宾房来到第3天，前2集分别介绍了全船导览和安排玩遍全船活动的懒人包。这集要来介绍一些小细节，把大家的体验往上升级咯。英文不好不要怕，我们顺着船上的一天日常，分享从早到晚常见的英文对话，再给大家中英对照的菜单懒人包，一口气介绍全船商店和推荐必买。想坐云霄飞车也有不私藏的小诀窍，飞礼宾也能有礼遇哦。就来跟莫吉萌妹一起来玩吧。大乌龟爸爸，我们下次。现在是第3天的早上，我们要准备出发吃早餐咯。早上出门呢，通常会先遇到防务员，他们会先和你打招呼。Hi, how are you today? 你可以回答 I'm good, thanks. Adventure 呢是所有迪士尼邮轮里面比较中文友善的，但毕竟船员只有5%左右会说中文。莫妈自己的英文也不太好，所以觉得先知道一些基本的英文对话，我们会过得更如鱼得水哦。那建议大家要下载离线的翻译软体。防务员通常会询问你是否方便清洁。Would you like your cabin service now? 你可以回 Yes, please, 或是 No, thank you. 那他可能会问 When will be a good time to service your room? Could you come back in 30 minutes? Around 2 p.m.? 那你也可以直接请他 Can you clean our room, please? 通常有沙发床的房间，他也会问你是否把沙发床恢复。Would you like me to fold out the sofa bed or leave it as a bed for today? 如果你是需要睡午觉的Please leave it down. 如果你想要更多空间 Please fold it up. Thank you. 就算白天没有整理，晚餐他们还是会回来整理的。我们决定放弃人挤人，先来礼宾吃早餐。再次附上早餐可以选择的懒人包和营业时间。营业时间呢都会写在 App 里面。点餐的餐厅的 App 里面也会有 menu 可以看。这边帮大家做了一个中英对照的点餐至早餐的菜单。船上的菜单都是英文，虽然旁边有 QR code 可以扫，但那个翻译可能会让你更看不懂。大家也可以考虑叫免费的客房服务，房间里都有英文菜单，选好餐点跟时间以后挂出去，隔天就会在你选择的时间点送来，记得要给小费哦。上集有说这艘船实在太多好吃的，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排队吃饭，那你可以选择晚一点吃这5个轻食餐厅，4个位于10楼船中和17楼的 Pizza Planet。 我菜单上也有写开始营业的时间，大家可以截图下来。而礼宾除了一般的轻食之外，也有自己的早餐、午餐、晚餐菜单。那邮轮上用英文点餐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你看好了想要点餐 May I place an order please? 或者他们会主动问你 Are you ready to order?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你如果好了就可以回答 Yes, I'd like to have the please. 如果你还没决定 Can we have a few more minutes please? 如果你点完了，他可能会再问你 Is it all? Would you like anything else? 还想要点 Yes, I would also like to have. 点好了 Yes, that's all, thank you.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放小朋友在这里看那个电影这样子。礼宾呢有一区可以专属给小朋友坐在地板上吃饭看电视，是很舒服的地板沙发。礼宾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服务，就是在大人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陪画画的姐姐在那里，大人呢就可以好好吃饭，把小朋友放在那里。反正我们也只是坐在旁边的座位区，下去一般的餐厅难免人挤人，就没办法悠闲的吃饭了。里面点餐的话呢，很推荐它的粥，汤米线也很好喝，还有羊排、干贝都不错吃。他们说这家人是很饿，是不是？目前呢，早餐是只有粥可以点，中午晚上呢才有干贝跟羊排。一定超好吃，一定爆炸钱。这个就是早餐系列，我们就各点一个。吃完早餐，开始今天的第一场表演。杯面带你做早操，他们一般来说表演都会不止1场，甚至有表演是在航程中的2到3天都有分别几场。但杯面这个活动只有1天中早上的2场。杯面是只要没有预约到角色见面会，就会相对难碰到的角色。虽然有机会在旧金山街遇到，但大家活动范围不是在那，遇到机会就更低了。
所以这个表演就可能是你这一趟唯一一次看报杯念的时候了。安排活动的懒人包诀窍已经在上集介绍过，所以这集就不再琢磨咯。你们有没有一起跳？有没有一起跳？你就跟着他跳。嘿嘿。Goodbye, goodbye, baby. Oh, and please be sure to cool down and hydrate to avoid dehydration and cramping. Skin damage and tan lines. Eye lines.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午餐前送小朋友去儿童俱乐部，我们来带大家逛一下全船的商店。我们带大家从最多商店的5楼往上逛，主要都分布在5楼船中。这间呢是 World of Disney， 主要卖包包、饰品、帽子、衣服等等。第一天通常要到公海商店才会开，我们那时候晚上9点半才开店，现在已经越来越早。目前第一天最早6点半就会开店，实际状况大家一样要看 App。这是我们当初第一天各商店的营业时间，而第二天开始呢，营业时间就会恢复正常，但通常热门商品第一天就会卖完。那么快速带大家看一下这间 World of Disney 卖的东西，还有它的热门商品是什么。磁铁吗？对啊。要带回去贴吗？这个做的很细致，哎，连玩水的地方都有做出来。这边还有一个会发出经典传笛声的钥匙圈，但它已经卖完，尚未补货很久了，我无缘见到它。哇，这个好可爱哦！哎，这真的好可爱耶！这我有兴趣哎。哎，等一下，为什么买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这边的热门商品之一呢，就是这个船包，越是包包又是可爱的形状，通常一上架没多久就会卖完。那个 concert 就有看到了，所以好像不是那么及时哦。对对，我想要买这个，倒好看。我觉得它还有一这间 World of Disney 对面也是 World of Disney， 卖的东西稍微不一样。这边呢更偏向卖娃娃跟衣服。这个船长的 Mickey 娃娃呢，也是算是热门商品之一。当然，邮轮上呢就会有邮轮限定的娃娃，角色穿的是邮轮专属的衣服。你看娃娃哎，你看 baby 的那个，有人买一只这个，一只这个，超可爱。你看这大象。
超可爱啊，好可爱哦。对啊，是很，可是我看他做工也很细。哎，我看到你哎，你在这边挑礼物。要买一盒。哎，我看看这个，这应该是那个纪念币。如若船中继续再往船头走，还有一个酒吧。但礼宾在5点到10点已经有一个免费的酒水时间了，所以我们当然就不会来，但是还是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付费喝酒，那这边也可以。那酒吧的旁边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3间商店 World of Disney 2，可爱的 Panax， 这个会想要买哎。Oh my god！这间呢就会开始卖迪士尼的其他角色，玩具总动员的背包、玩具、雪宝、小熊维尼，还有魔法奇缘的帕斯卡。然后还有那个 Groot， 哦，还有 Groot， 坐在身上的 Groot， 还有经典的漫威角色蜘蛛人、美国队长。Adventure 这艘船呢是以漫威为主题，也请来钢铁人饰演者小罗伯·道尼来当他的教父，所以这里也很多漫威系列的商品。这间可以说是什么东西都有，想要安抚小朋友的玩具这里也很多。公主系列的商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继续往上来到6楼，6楼呢是一个蛮主要的活动区域，但6楼呢只有一间漫威商店。这边呢除了可以付费把小朋友装扮成喜欢的漫威角色，也有卖一些超高人气的漫威商品，比如有在追漫威系列电影的人就会知道这颗史塔克之心，它呢可以吸在身上，然后会发光，所以我们最后买了。另外还有一个热门商品就是雷神之锤。他蛮帅的。对啊。店里面各个道具、手套都有，大家可以来这里挖宝。这里还有卖无限宝石跟手套哦。漫威迷或是小男生来这里应该会疯掉吧？雷神之锤。继续带大家上去到7楼的船头，这里呢有一个相片冲洗店，旁边有机台可以看看自己已经拍过的照片，对着机器刷房卡就可以跳出所有我们已经拍过的照片，也可以选择在这边把它付费洗出来，也有漂亮的相框可以选。继续往船中走呢，有小朋友很喜欢的神仙教母，有各式各样的公主裙，还可以扮船长，一样是预约付费，他就会帮你装扮。哇，看你那个段蛮好看的。再继续往船中走，有知名品牌 TWG， 当然热门商品就是 Adventure 限定的这一款，非常适合送礼。这个就是小，里面就是这样小小块，要送礼的42块。当然还有其他跟迪士尼联名的茶，以及他们自己的独特商品。在旁边呢，就是知名的咖啡牌子 Butcher Coffee。然后这个是珠宝店。那我不知道珠宝店还没有办法拿那个手环，但是我本身也没有想要那个手环，所以我可能就不会过来问啊。精品包包啊，这是什么牌的我就不知道啊。Tommy， 我只知道 Tommy。好，那这就因为这是非我们的领域了，就是大家啊 Burberry， 对，好，这个还算可以理解的，其他真的是我们都没有在研究，就给大家看一看就好了，懂的人就懂是吧？
7楼呢也是野生公主角色最多的地方，大家可以多来这里晃晃。继续往船尾的旧金山街走呢，还有国家地理服饰和达菲商店。国家地理服饰因为没有迪士尼联名商品，我们就没有进去了。个人觉得这里每一件商品都好可爱，不过这里的热门商品应该是7宝的钥匙圈。喜欢达菲的会很喜欢，超可爱的。那这个是什么？他们这样子放真的很过分，你就会很想要7只都带走。这间呢是位于10楼的 Ohana Grill， 是一个很热门的轻食餐厅，提供的是好吃的热狗汉堡跟好吃的薯条。它的对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海洋元素商店，商品是有珍珠等独特风格的迪士尼商品。哦，就新加坡限定。对啊。商店里面呢也是有满满的海洋元素，商品呢跟底下那几间商店比较没有重复，是比较特殊的。这也很可爱耶，好漂亮。哇！来到17楼还有一个礼宾专属商店，看起来是还没。算是一个把底下的经典商品浓缩版。它会卖底下没有的金色双钥匙的商品，这就是礼宾专属的 mark。其他呢，则是跟底下的经典商品重复。这个颜色呢，则是新加坡限定的颜色。其他都跟底下重复，我就不再特别唠了。那我们就要来用英文结账喽。要结账，你可以跟他说 "Check please"， 他们会先问你是否有会员 "Are you a Castaway Club member？" 第一次他通常没有。再来购物都需要我们的 Key Card， 一般会默认记在你的房账上，但无论你使用什么付款方式，都需要先刷 Key Card。那他就会问你 Would you like to pay by credit card or your Key Card？午餐呢，来推荐大家一下皮克斯的自助餐，它东西很多，选择也多。来快速带大家看一下菜色，这里还是附上4个可以吃午餐的主餐厅。前面介绍的5间轻食餐厅都很适合当午餐，因为晚餐呢是系统带入，所以这5间轻食餐厅大部分都会在晚餐的6点到9点休息。大家再注意 App 的营业时间，休息完以后再开店，有几间会营业到午夜12点。午餐的2个点餐制餐厅的中英对照菜单也送给你们。现在下午1点半，要来带大家看4晚限定的表演，也只有1个场次。本来想带孩子们下来感受一下气氛，不过这个时间点真的是晒到大人都撑不住。只好撤退回我们的花园阳台来参与，这也是这个房间的价值。对呀，很厉害，对不对？哦，对，好棒！有没有？公主就在底下哎。对呀。再来要进入到重头戏，介绍云霄飞车。这边先跟大家说明我们遇到的状况。其实我们今天11点在礼宾室就已经抽中云霄飞车了，但我们预约到的是5点半，势必会卡到我们5点45的晚餐。而且今天的晚餐是我上集说千万不要放弃的活动之一，有角色表演的晚餐。
我们上去询问飞车人员，他说最早只能提前15分钟，而云霄飞车就算抽中也要排队至少1到2个小时。4点多的甲板也太热了，我们赶紧撤退回礼宾，请礼宾帮我们把晚餐的时间往后调。这边顺路提醒大家，19楼这边有一个必拍的点。有没有看到大的那个迪士尼标志 ？Let's go。这时候礼宾的价值又出来了，19楼这边礼宾专属的甲板。有餐食可以点，还有好喝的冰沙。除此之外，因为我们搭云霄飞车一定会很晒，我们来礼宾这边擦它免费提供的防晒乳。这时候摩根已经热到受不了了，我们赶紧点了一杯冰沙让它降火。他们的冰沙很好喝哦，不是礼宾才有的。2个小朋友已经撑不太住了，所以人家才说探险号的入门礼宾是非常适合亲子的。回到正题，我们晚餐成功调到8点了。不过要先说，这样子是有风险的，因为系统带入的秀跟晚餐是算好不会影响主秀花园大秀的时间。我们的确影响到了漫威秀，还好第4晚我找到了方法，我们还是看到了。现在要来告诉大家搭云霄飞车的诀窍了。目前云霄飞车越来越稳定，第一个你能直接搭乘的最佳时间就是第1天上船后。大家都还没能抽签，但是云霄飞车已经测试好运作了，这时候他们就会开放排队直接搭乘。其他天如果你没抽到又非做不可，可以时不时的上去友善询问飞车人员是否可以直接搭乘。再来是抽签，一般要抽签还是会落在4点的安全演练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分散在各个时段，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是礼宾，你可以上船后直接礼貌的询问礼宾服务台。一般游客虽然服务台不会透露，但可以选择友善的直接去18楼询问飞车人员。注意要友善，不透露是应该的。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甚至小费，他们会是最清楚知道什么时候抽签的，因为抽签时间不会公告，你们就可以占得先机。云霄飞车真的是很值得坐，它是全世界最长的海上云霄飞车，虽然速度不快，但在海上的风景真的无敌，会很感动。抽签也是有技巧的，抽签时基本上系统都会卡住，大家一定要提前10分钟就登上 App。船上只要人一多，网络就会瘫痪，大家要找一个讯号良好、远离人群的地方，可以跟同行亲友合作，拿着不同系统的手机，成功率会更高。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抽到的。终于达成搭云霄飞车的愿望了，因为晚餐往后延，先带小朋友回来礼宾休息室吃小点心。我们才意外发现，原来晚餐时间角色会连着出来。这个时候买照片套装的价值就出来了。Big fans. Have you got glasses on now? Wow, you look so cute. That's my favourite. Should we get a photo with Donald here? With your super cool bag? Of course, and one on here. 来，我们来拍照，我们一抱抱，跟看到一样。好。再从礼宾拿几杯调酒，我们要去我们系统带入的重头戏之一——晚餐的角色表演秀。总共有6家主餐厅，附上中英文菜单给大家。每个人每次航程只会安排3间，一晚是角色表演餐厅折衣，一晚呢是画画餐厅，第3个是看装潢的餐厅。注意菜单呢会再做微调，所以上船后发现菜单些许不同是正常的。很可爱的儿童菜单，那我也附上中英对照的儿童菜单给大家。礼宾给我们超好的位置。哦，很有节奏哦。That's good。那又进入到点餐的环节了。What would you like for today？ 你也可以问问他有没有推荐的。What do you recommend？ 那当你点到牛排的时候，他会问你几分熟。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那 medium 呢就是5分熟。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角色们呢也都会下来跟人们互动哦。今天的晚餐呢，我评价是很好的，有很多亚洲口味的选择。哇，这个是那个什么海龙虾什么？对，这个是龙虾。他们连番茄酱都很有仪式感呢。Thank you。哎，对嘛，哎呦，漂亮哦。整个晚餐的过程都是没有冷场的哦。我好想大只的鸭鸭。先看，好。好想大只的鸭鸭好，先称看。他给你 kiss， 他刚有给你飞吻呢。又到莫妈最爱的甜点时间了，这龙眼巧克力超好吃。迪士尼船员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特殊的权限，是为了给客人惊喜用的。房屋本身的权限可能会更多，生日、结婚纪念日，他们都可以做一些小惊喜。所以如果你在航程中很友善的跟他们好好聊天，甚至因为服务好主动包一些小费，可能会有不输给礼宾的服务体验哦。当然这不是绝对，不过来搭迪士尼邮轮，在能力许可下，你可以试试看给船员更多的情绪价值。不想多花小费，也可以多多聊天，善意的攀谈，会有很好的反馈跟不同的惊喜哦。Jim? Yeah! One, two, wow! 很厉害耶，这真的很厉害耶，超厉害的，就这样子，很酷。Okay, you Bye can bye. stay, yeah. Bye bye. See you to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move it. Hey. Yes. Wow! When you go for school, you can play with your friends around. Oh. Okay, you go like this. You put it in the middle. You tied it. Right? Let's call it balancing. Okay, when you tied it, this is the key. You need to put it in the middle of this one. So it's gonna be like this. 每一间餐厅的装潢都是很值得拍，都太精致了。忙了一整天，终于要回去喽。方程式的。哇，这是有这有这个徽章哎。回房间收礼物也是一个幸福的时刻。看看里面，好可爱的盘盘。动物每天也会给我们一只动物的惊喜。超可爱的是什么？这个是不是狗狗啊？好像是小猪哎，好吧，你们是有志一同，好猪。回来房间还可以在阳台看看甲板电影。有高铁了。对呀，超酷的啊！高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下一集除了有第4天精彩的活动，也会跟大家分享小费、离船程序的部分。记得订阅我们，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